经常听家里的老一辈人说，以前的东西质量好、耐用，我发现确实如此。以前家里的那些老物件，什么电风扇、热水器、双缸洗衣机、空调，每一件细数起来都能用个20来年。反观现在的家电，动不动就坏。尽管技术一直在迭代更新，外观也越来越好看，但质量却是差强人意。这一期就给大家盘点7个良心坏透的家电，就算商家说破天，也劝大家别再跟风买了。带语音的马桶真的很好奇，马桶是什么时候归类到家电领域了？原本是个卫生间的洁具，结果在商家的不断升级换代后，硬生生给演变成了智能家电。我承认，智能化的马桶确实给生活带来的便捷性，比如感应翻盖、自动冲水、座圈加热等等。但有些花里胡哨的功能，完全是为了吸引眼球设计，可以说毫无用处可言。就比如手机 APP 操控、语音对话功能，甚至还能让马桶播放音乐，完全忽视了马桶原本的功能是什么。大家在购买时千万要慎重，别被无用的噱头麻痹了双眼。零冷水热水器，有了零冷水功能，就能让家里一直拥有即开即热的恒温水，是不是听着就觉得很爽？但我劝你别冲动，1个月之后你去看看你家的那个燃气费，或许能让你的心凉一大截。比起浪费燃气和浪费水，自己算算都知道哪个更划算。还有，安装前要是没有预留回水管，那不管你家哪个地方用水，它都给你出热水。你猜对了，冲厕所的马桶水也是沸沸扬扬的。所以零冷水这个功能，选热水器的时候真的要酌情选择，先考虑好燃气的费用，再决定到底用不用。会制冷的烟机，你敢想象现在的油烟机居然还能当空调用？似乎完美解决了夏天厨房做饭遭罪的难题。但你仔细想想，这种集成化的电器设计完全就是个噱头。正常空调制冷都需要外机支撑，而这种制冷油烟机仅仅是在内部搭载个制冷压缩机，制冷效果能好到哪去？此外，厨房油烟大，久而久之还容易造成压缩机的损坏，价格方面更是贵得离谱，也难怪没火多久就销声匿迹了。自动炒菜机，听名字很高大上，以为是厨房小白的福音，实际上是妥妥的智商税，因为根本做不到解放双手，全程备菜、洗菜、切菜都需要自己完成。开机后还得按照它的提示要求，再按照顺序放入食材、调料。有了它后，只不过为你省去了翻炒的这个动作而已。做完饭还要手动清洗机器，一点不比自己动手做饭省事。现如今放在二手平台都无人问津了。烘干功能晾衣架，如今的晾衣架也经过大刀阔斧的改造后，成为了家居智能电器品类。相比于传统晾衣架，功能上也更加丰富，尤其是电动升降以及夜间照明功能，确实解决了生活痛点。但有些功能纯属为了加钱而设计，就比如烘干和除菌功能就很鸡肋。所谓的热风烘干原理类似于吹风机，上面的衣领都吹变形了，衣服下面还湿漉漉的，紫外线杀菌更是扯淡，还没有阳光晾晒效果好。就算商家吹得再好，也不建议大家买。带大屏的冰箱，现在的家电但凡和智能扯上关系，价格就要翻1倍，但高端就一定好用吗？真的未必。就拿智能冰箱来说，完全就是噱头营销，实际上就是在冰箱面板上加了一块能上网的大显示屏，说是能提供菜谱、刷视频、放音乐，甚至点外卖。但冰箱的本质功能就是冷藏和冷冻，这些高科技的附加功能真的很鸡肋，完全用不上。谁会站在冰箱前刷视频、追剧？那要手机和平板干嘛？更离谱的是，这种冰箱不但耗电量增加了，还疯狂的给你推送广告。垃圾处理器，厨余垃圾处理器，名字听起来很高大上，堪称是懒人福音。实际上坑的就是懒人。你以为安上它就完事大吉了，从此告别每天扔垃圾的烦恼，但现实情况并不能。这玩意不是所有厨余垃圾都能处理，特别是大骨头、鱼鳞、果皮等都要单独挑出来，不然分分钟就毒给你看。还有使用时也不是很省心，还有配合水龙头，用水流一点点把垃圾送进去。就是说，如果你但凡懒一点，选择直接倒的话，它自己还是会堵。所以被网友们戏称为厨房垃圾，费水，容易堵，使用麻烦不说，工作时嗡嗡嗡的那个噪音声，关门都挡不住。总之，看似高科技、好看却不实用的智能家电，远远不止这几个。所以，奉劝各位，选购任何家电都要了解清楚它的是否和自己的使用需求匹配，不要被花里胡哨的无用功能给蒙骗了。家用电器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对于一些新型电器，大家对他们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好像装与不装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让人纠结不已。比如下面分享的这4种家电，装了的和不装的网友都纷纷喊后悔。那到底要不要装？或许看完本期内容对你会有所帮助。净水器，家用净水器号称是可以改善用水水质、提高饮水健康的一种新型厨房家电，也是代表家居生活品质感的电器之一。
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汤圆很圆，当初功课没做足，只装了前置过滤器，没装净水器。前置只是起到初级过滤的作用，过滤出来的水不能直接喝，平时也就拿来洗洗菜和水果。想要泡茶或者喝干净的水，还得买矿泉水，或者去小区楼下打纯净水，太费事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小妖歪，我家是新小区，又是高层2次供水，担心水质差影响口感，花大几千装了净水器。但说实话，这东西不是一劳永逸的，装了后期还需要维护，滤芯每年都要定期更换，不然堵塞影响水流不说，还会造成2次污染。而且这个净水机还会产生废水，满了之后要人工倒掉，不仅浪费，还比较麻烦。后悔装了净水器，不如喝桶装水方便。小东建议，说实话，绝大部分城市自来水都是合格的，烧开了喝完全没问题。但如果你家水质不好，水垢较多，或者自来水有漂泊粉的味道，那安装净水器很有必要，可以改善水的口感。但也要考虑后期的换新成本，不然买得起用不起，还不如直接喝矿泉水省心。2. 洗碗机号称是缓解家庭矛盾、解放双手的神器，比手洗的干净省水不说，同时还能消毒、杀菌、存储碗筷，完全取代消毒柜。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幸福的西兰花，真后悔没有预留洗碗机位置，相信没人会喜欢洗碗吧。我家当时水电结束，想装的时候说不好改了，老公安慰我说他洗，后来啪啪打脸。最近老是刷到洗碗机提升家庭幸福感，越发的后悔了。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空空的2030师，清洗前摆放是真的麻烦，根本不存在彻底解放双手，稍微放不对就洗不干净。而且别管几个碗，也要听它哗啦哗啦洗1-2个小时，耗时又耗电。关键它还需要额外耗材，什么光亮剂、软水盐、洗碗粉，一个也不能少，可比手洗的成本高多了。入住大半年就用了7-8次，有点后悔了。小东建议，要不要装洗碗机取决于家庭需求，如果人口少，平时也不咋做饭，就没必要装。要是天天在家做饭，碗筷还多的家庭，就非常建议装。这种花点小钱就能解决90%的饭后家务，节省出1日3餐的洗碗时间，洗得干净卫生，烘干后还热乎乎的，简直不要太划算。3. 中央空调制冷效率高，舒适感强，隐藏式安装，装修颜值也高，更节省空间，堪称是提高生活品质感的标配。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向生活比个耶，我家房子本来就小，客厅又多出一个立式空调，占地不说，还很不方便，而且说到底也不如中央空调美观有档次。后悔没装中央空调，这种贵机风感也没办法和中央空调媲美。装了的人也后悔。网友艾特是静静呀，说10个装中央空调的人8个都后悔了，我就是其中之一。花大几万装的品牌中央空调，6匹1拖6，夏天的电费高的着实惊人，一个月基本都在2000度左右。还有中央空调的噪音还大，晚上开呼呼的声音非常明显，而且制热效果也很一般，和普通挂机差不太多，功能又少，维修还麻烦。小东建议，中央空调在装饰上可以与吊顶融为一体，整体美观性绝对更胜一筹。而且出风时不会直吹人，室内温控能力也强，舒适感是柜挂机不可比拟的。但中央空调压层高，维修难，耗电高，噪音大，也是实打实的缺点。所以中央空调更适合安装在大户型或者别墅用户使用。户型小、房间不多的普通住宅，还是使用柜机或挂机，性价比更高。4. 零冷水热水器。什么是零冷水？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有了这个功能，热水是即开即热，让你洗澡和淋浴时体验到秒出热水的幸福感。没装的人后悔。网友艾特最爱这小曲，我家热水器安装在厨房，没装零冷水的。厨房水管离得近，差不多10秒内就能出热水，但卫生间离得远，大概1分钟左右才会出热水，等待时间长不说，还浪费水，有些后悔了。装了的人后悔。网友艾特小妮子的家，并不是选了零冷水热水器就可以，还要加装回水管做热水器循环，耗材大，成本高，是跑不掉的。而且想要实现零冷水，前提是要保证水管里一直是热水，所以即使你不用，热水器也会时不时的不停工作，每天听着轰隆隆的噪音声，真的很糟心。同时还要伴随着燃气、电费的成本增加，装了不敢用，也真是心塞又无奈。小东建议，零冷水热水器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它是需要花钱来提高生活舒适度的电器。如果你家面积大，用水末端离热水器距离太长，不想冬天遭等待几分钟冷水的罪，建议可以考虑上零冷水。
否则房子面积小或者不介意多等一会出热水的话，不装零冷水省钱。以上这4种家电都是生活中口碑2极分化的电器，有人把它们当成宝，用过直呼真香，也有人对它们嗤之以鼻，用过几次就闲置吃灰了。因此建议大家考虑入手前要权衡好自己的实际需求，别白白花了冤枉钱，交了智商税。有哪些家电是你觉得买前科技感爆棚，用后谁买谁是大冤种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新式家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确实有不少产品凭借自身的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中的痛点，比如智能洗碗机、扫拖机器人、智能马桶等等。但也有一些产品所谓的技术性创新，实际上完全是营销噱头，虽说也曾经红极一时，但没火多久销量就跌入谷底，不受大家待见了。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款家电曾被吹捧上天，如今却沦为笑柄，看谁还在乱跟风。1. 储水式管线机。管线机在这几年里可谓是风靡一时，所谓的管线饮水机其实就是过去桶装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只不过外形更加小巧，不占地方，颜值也高，而且比传统烧水壶更加方便，不但水温可调节，而且可以设置温度，无论是冬天泡茶还是夏天喝冰水，都能随用随取。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其实管线机的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干净，很多人买之前都以为它是没有水箱的，等用过一段时间发现水发黄有异味，打开盖子检修时才知道是带有储水箱的。说句实话，这也是管线机天生的缺陷，水箱不能彻底清洗，管道日积月累，越用越脏。话说回来，大家愿意花大几千块投入管线机，说白了无非是想喝一口干净的水，连这点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最终沦为笑柄，也真心不冤。2. 激光电视。其实自打激光电视问世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说实话，早期凭借其高颜值的抗光屏以及更护眼的卖点，还有大尺寸画面等优势，在前些年确实也受到不少追求高品质生活家庭的追捧。但经过这些年的市场检验，现如今早已经跌下神坛，不受大家待见了。在我看来，激光电视并不是价格虚高导致的，毕竟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说到底，我认为实在是因为它毫无性价比可言。这么说吧，你别看它叫激光电视，但内行人都知道，说白了不过是个短焦投影仪。也就是说，投影仪亮度低、抗光性差的缺点，它全部继承下来。作为一个观影设备来讲，要说画质的清晰度以及色彩的对比度，那和液晶电视更是没法比。你可能不敢相信，上万元的产品居然还不是真 4K。很多人发现花大几万的产品买回家，白天稍微有点光线的时候还得拉窗帘，不然根本看不清。所以说如今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3. 洗烘一体机。所谓的洗烘一体机，其实从名字上不难看出，说白了就是一台机器，兼顾了洗衣和烘干的2项功能。关键是价格还不贵，与洗烘套装相比也更加节省空间，一度成为中低收入家庭以及小户型的首选。但很多人买回家用过之后就直呼上当了，主要原因就是缺点太多，鸡肋得很。首先，烘干容量小也就算了，耗时还很长。其次，你别管几件衣服，连洗带烘，动辄1-2个小时。还有，它的烘干效率也不高，搭载的还是最老式的冷凝烘干，烘干后的衣物缩水严重，还皱巴巴的。还有，这种一体式的机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绒毛过滤器，这就导致它的风道特别容易脏，清洗也比较麻烦，特别容易造成衣物的2次污染。这些实打实的缺点也注定了它的落寞，如今也沦为家电行业的笑柄。4. 顶侧双吸油烟机。这种外观形似7字形的新式烟机，说简单点，就是一套烟机拥有2套动力系统，既兼顾了顶吸烟机的美观性，同时还具备了侧吸烟机排烟能力。不可否认，这种烟机的排烟效果和美观性确实都有提升，但技术方面还不是很成熟，也就是说噱头大于实用。就比如所谓的顶侧双吸，实际上油烟没扩散前就被侧吸口吸走了，根本到不了顶部，上面的顶吸配置就显得很多余。另外，工作时同时启动双系统产生的噪音非常大，体验感非常不好。还有就是双系统的烟机因其结构复杂，导致故障率非常高，维修更换的成本也高，而且自身的售价也不便宜，与技术成熟、性能稳定的传统烟机相比，实在无优势可言。所以如今沦为笑柄也合情合理。5. 空气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是一种新式的集水加热的电器，
所谓的空气能，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和过去的太阳能热水器有些类似，前者是靠太阳光吸取热量，后者是利用空气提取热量。这类热水器主打的卖点都是节能环保、安全舒适，但很多人买完之后就后悔了，发现是真的不好用。首先就是如果室外温度过低，就无法发挥它的长处，而且冬天使用时需要开启电辅热，导致特别耗电。另外，技术也不如电热和燃气成熟，故障率高不说，维修也麻烦。还有就是市场售价也不低，动辄5、6千元，还是品牌的基础款，因此普及率不高，沦为笑柄也在情理之中。家电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价格越贵越好吗？家用电器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刚需，很多人为了追求高品质生活，不惜重金去购买高端家电，但其实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很多刚需家电选择基础款就能满足我们的需求，真的不必过分追求高价产品。尤其是一些高端家电，贵并不等于实用，或许仅仅是面子工程而已。比如本期分享的这4种家电，就不建议大家买太贵的，学会理性消费，不花冤枉钱。1、电视机。现在的电视机市场产品真的越来越卷，50寸以下机型甚至800块就能入手，但这丝毫不影响高端机型的销售，甚至每年各大厂商还会推出很多新款产品。要说便宜的电视与贵的电视相比，两者的观影体验确实天差地别。上万元的高端机型不仅电视屏幕巨大，而且画质效果更加清晰流畅，同时还拥有高度化智能功能，甚至无需遥控器即可轻松切换节目。但是咱们购买电视前有没有认真想过，你家的电视能看几次呢？随着电子产品的兴起，现在回到家不是躺在床上刷手机，就是玩电脑、用平板追剧，除非家里人多的时候才会打开电视，烘托一下热闹的气氛。可以说，在大多数的时间里，电视机就是家里的一个摆设。所以，试问你买那么贵的，要那么多附加功能，到底有何用？小东建议，对于电视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庭来说，选择基础款就好，没必要为新技术、更多功能买单。5000预算范围内，挑个大尺寸屏幕的即可，就算平时不看，摆放在客厅也显气派。2、电热水器。热水器也是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很多人在选购电热水器时都会陷入纠结，究竟是买价格昂贵的，还是价格相对便宜的？说实话，储水式电热水器已经普及几十年了，技术发展到如今，就算几百块的产品，也能满足提供生活热水的基本需求。至于动辄卖到5、6千的高端产品，无非是增加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比如什么智能控制、提前加热、离子除垢等等。虽说听上去很高大上，却在实际生活中却并不常用。再者说，电热水器的使用寿命仅有8年，不管你材料再好，内胆再优秀，超过年限一样报废。而且从节能省电的角度来说，价格高的热水器因为智能功能多，反而会更费电。所以选购时只要关注核心功能和安全性就可以了，千万别被那些炫酷的附加功能所诱惑。小东建议，其实选购电热水器并不难，只要热水输出率不低于 90%， 功率不小于3000瓦，同时具备防漏电保护功能的，满足这3个条件，1、2千块价位的，同样是好产品。当然，如果家庭人口多，建议选择储水容量在60升以上的，才能确保充足的热水供应。3、冰箱。目前市面上的冰箱不仅品牌众多，价格跨度也是高低不一，便宜的只要1、2千元，贵的则要卖到上万元。要说1000多的冰箱和4、5千的冰箱相比，在性能体验方面区别还是蛮大的。太便宜的冰箱不仅容量偏小，制冷技术落后，容易结冰霜外，保鲜效果也是不尽人意。但反观5000块钱的冰箱与上万的冰箱比较，使用上的体验差距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所谓的高端机型，无非是在外观用料上更高档一些，看上去更高大上一些，里边的存储分区更精细一些，仅此而已。说白了，冰箱的本质工作就是食物冷藏和保鲜。虽说上万元的高端冰箱在保鲜技术方面有所提升，但食材放久了还是会出现风干、串味、腐烂等问题。而且冰箱再贵，保鲜技术再先进，也不如菜市场刚买回来的新鲜。所以对于选购冰箱，根本没必要多花钱。小东建议，预算在5000以内的，挑个颜值高的、容量大的、
足可以满足日常所需。对于高端冰箱而言，溢价换来所谓的高科技保鲜、智能化体验功能，生活中真的很少会用到。4. 油烟机。要我说，家电行业里最大的智商税就是高端油烟机。这么说吧，厨房烟机发展这么多年，技术方面没见啥突破，但是产品价格却一年比一年高，真是离谱。现在市面上的油烟机几百块的也有，贵的则要卖到6、7千元。我承认，高端油烟机不仅在外观设计上做了升级，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智能化体验，比如挥手感应、油烟自清洁等，但在排烟性能方面却没有很大改善。对比后，你就会发现，价格便宜的烟机同样也能做到大吸力、大风压，与高端烟机相比，性能参数上差异并不明显。也就是说，你花高价购买的高端油烟机，换来的仅仅是外观上的提升以及智能化的便捷体验，仅此而已。但这些花俏的附加功能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都不实用，选择基础款烟机足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了。小东建议，选购油烟机真不必追求昂贵的品牌和花哨的功能，只要风量在17米以上，风压大于300帕，噪音值小于65分贝，满足这些性能参数，2000块左右的烟机就非常优秀了。最后想说，无论买任何家电，最重要的还是看实用性。家用电器说白了就是用来方便生活的，不是用来摆设的。所谓的高端家电，很多智能化功能，其实咱们日常生活中根本就用不上，适合自己实际需求的才是最好的，才能让咱们的生活真正便捷舒适。家用电器在日常生活中重要性不言而喻，好的家电不仅省力舒心，还能提高生活质量。不好用的家电无疑会成为生活负担品，同时还存在用电隐患。比如本期分享的这5类家电，虽然表面看似没啥问题，但存在的潜在危害却很大，所以建议大家即使没坏也要及时更换，别给自己留麻烦。1. 超过使用年限的家电。前段时间国内的一个老家电品牌突然火了，就因为一个网友晒出自家用了26年的洗衣机，获得大家的一众好评。但殊不知，家电其实都有使用年限，一旦超龄使用，隐患极大。不仅产品的质量下降，还会带来用电的安全隐患。不信你看看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在2020年制定的关于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相关标准，你就明白了。在我看来，这也是这些常用电器的退役说明书，其中详细的列举了如今家电的使用安全年限以及超期使用带来的风险隐患。就比如开头提到的洗衣机，安全使用年限在8年内，超期还在使用的话，会出现漏水漏电、噪音大、衣物清洁力下降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洗衣机一用就是20-30年，真的未必是好事。还有家用热水器，不管是电热水器还是燃气热水器，普遍都是6至8年的使用年限。超龄热水器隐患非常大，内胆积压杂质水垢，不但会污染水质，影响用水健康不说，还会出现固件老化、保温性能差，甚至漏电的情况。因此在这也奉劝大家，家用电器超过安全使用年限，即使不坏也要及时换掉，杜绝安全隐患。还有偷偷告诉你，目前很多电器厂家购买新家电都有以旧换新活动，非常划算。2. 老旧技术的家电。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近些年国内家电行业技术迭代更新非常快，这就意味着一些旧技术家电的淘汰已经不能满足当下人们的使用需求了。就比如下面介绍的这3种家电，如果家里还在使用的话，建议要及时更换掉。第一种，制冷式冰箱。制冷冰箱家里的老一辈人都不陌生，它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产物，用过的人都知道，结冰结霜，冷藏式积水，容量还小，关键制冷速度慢，控温效果还差，比起技术先进的风冷冰箱毫无优势可言。第二种，定频式空调。传统的定频式空调虽说还在销售，但各大家电品牌都已经不再生产了，目前已经在淘汰的边缘了。相比于更先进的变频式空调，不仅噪音大、耗电高，而且温控能力差，室内不均衡，送风时也会让人感觉忽冷忽热。第三种，冷凝式烘干技术，最早应用在国内的第一批洗碗机、烘干机上，因为技术落后、设计不成熟，导致工作效率低、耗时长、费水又耗电。这类家电用过就知道，真的太坑人了。和现在的新技术，比如洗碗机的自动开门烘干、热风烘干，还有洗衣机的热泵烘干，根本没法比。所以家里还在用老旧技术家电的，建议及时换掉，能大大提高生活质量。3. 高能耗的家电。这么说吧，家用电器产品与生活中的家具软装相比，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家电不是一劳永逸的产品，
后期在使用中还有产生耗电成本。这就不得不提，我之前看到一个博主做的家用电器日常用电情况真实测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3级能效的空调、冰箱、热水器比1级能效产品日常耗电情况高出3至4倍不止。还有冬季一些常用的取暖设备，什么踢脚线取暖器、电油钉等，堪称是电费刺客，一点也不夸张。所以大家在买家电时，一定不要只看品牌和价格，而忽略了电器的能效等级，还有日常的耗电量。虽然高能耗的家电有价格优势，但却成了生活中真正的隐形电老虎，后期交电费时会让你苦不堪言，后悔不已。因此建议，如果家里还有高能耗家用电器，也建议及时换掉，别心疼。4. 不能自动断电的家电。说到生活中的电器，不管是大家电也好，小家电也罢，在出厂时一般都会有自动断电保护功能，就比如说电热水器漏电保护、燃气灶的熄火保护，还有电水壶的自动断电、电热毯的过载保护等等。这些功能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咱们在使用家电时杜绝安全隐患。所以在使用中，一旦发现自动断电有损伤或失灵的情况，务必要马上换掉，不给安全留隐患。网友小鸟飞行员，我家的电蒸锅防干烧自动断电失灵了，太吓人了，缺水蒸干了，锅底都烧焦了，也没自动停下，多亏发现的及时，不然后果真不敢想。网友喜欢喝咖啡的猫，家里老的烧水壶烧水开了，没拔插头，结果跳闸了，闻到一股子烧焦味，还以为是电闸坏了，没成想是水壶水烧干了，真的是无语了。真没想到它不是自动断电。通过上述2位网友的真实经历，也告诫大家，定期检查家中常用电器，特别是没有自动断电保护或者已经损坏的，千万要马上更换掉，别给自己和家人留安全隐患。5. 不符合新国标的家电，家里还在用旧国标家电的，建议要立刻更换掉。这类家电一般都是因为技术落后，还有安全等级、能耗方面未达到新国标标准，目前已经淘汰和禁止生产了。在这也给大家列举2个都是安全隐患非常大的，看看你家里有没有。第一个，万能插排，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就是那种老式的万能插座，一孔多用，安全性非常差。这种所谓的万能插座，在设计之初，为了兼顾2插和3插都能使用，所以会出现插孔过大的情况，容易出现触电事故。此外，还有插片过热导致火灾的隐患。所以在2010年，国家就已经明令禁止生产和使用了。现在新国标都是新5孔插排，2孔和3孔分开组合，安全性高，也降低了触电风险。第二个，直排式热水器，很多家庭还在使用。如果你在新闻上看到因为使用燃气热水器引发的一氧化碳中毒的悲剧，就是这类热水器造成的。因为技术落后，还没有排气管，所以在2000年之前就已经被禁止生产售卖了。听劝，安全无小事，有的话即使没坏也不要再用了，建议更换成技术先进且安全的强排式或平衡式热水器。居家过日子，购买家电的本质无非是借助它来提升方便性和生活品质，但有些家电已经被市场淘汰，或是正在处于被淘汰的边缘，劝大家就不要再购买了，不然买回来不但不能解决生活痛点，还吃灰占地方，白白花了冤枉钱。本期小东根据自身的经验以及大众网友们的反馈，总结出4种正在被淘汰的电器。如果近期有置换家电的需求，建议你耐心看完，别再往家搬了。1. 水槽式洗碗机。所谓的水槽式洗碗机，就是水槽和洗碗机是一体式的，凭借可以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拿取碗筷不弯腰，更节省橱柜空间等优势卖点，在前些年销售火爆。但纵观现在的洗碗机市场，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甚至到了被淘汰的边缘。究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与普及率更高的嵌入式洗碗机相比，自身的弊端太过明显。说实话，大家愿意购买洗碗机的初衷就是想解放双手。反观水槽式洗碗机，一般容量只有6至8套，清洗一次碗碟的数量很有限，稍微大一点的锅具还需要手洗，实用性太低。还有网友吐槽，所谓的节省空间也是无稽之谈。虽说不占用橱柜位置，但却占用了水槽位置，结果导致水槽也小，洗碗机容量也小，相当鸡肋。另外，动辄5、6千的价格也毫无性价比可言。反观嵌入式洗碗机，容量更大，基本都是10套起步，功能也更加丰富，消毒杀菌，长效存储，不洗碗的时候还能当消毒柜用。这些优势对于水槽式洗碗机来说，简直是降维打击，所以被市场淘汰也不足为奇了。2. 极热式热水器。什么是极热式热水器？其实就传统储水式电热水器升级换代产品。
号称可以像燃气热水器一样提供源源不断的热水，而且这种热水器外观小巧，体积不大，相比老式的电热水器更节省卫生间空间。对于没开通燃气的家庭来说，看似很实用，所以很多人不顾一切的跟风购买，但买回家真正用过一阵子后，就纷纷后悔。比如说超级耗电8500瓦的功率，每个月基本都是100度电起步。还有用水体验也很一般，冬天水不能开太大，不然就不热。此外，因为自身功率太大，安全性也没办法保障，还有漏电、跳闸、短路的风险。还有网友发现，市面上的极热式热水器几乎都是没听过的杂牌厂家，质保也只有1年。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产品故障率高、性能不成熟的弊端。所以，这些实打实的缺陷也注定了它的落寞。因为越来越多的负评，买的人自然就少了，逐渐被淘汰，也在意料之中。3. 定频空调。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国产品牌已经不再生产定频式空调了。所以说，如果你还能通过线上或线下实体店买到定频空调，无一例外都是被淘汰的库存产品。说到定频空调，与如今的节能变频空调相比，确实有一定的优势。比方说，价格普遍更实惠。同样是一匹空调，相同品牌，定频空调普遍在1500元以内，而变频空调基本都要超过2000元，甚至3000元。其次，定频空调的结构相对简单，因此维护成本也低，家用10-20年也没啥大毛病，就算坏了，维修起来也不复杂。但是如果从使用体验上来说，就不尽人意了。比如说，被消费者诟病最大的缺点就是温控效率太低，室内温度忽冷忽热，体感太差。这是因为定频空调开启后，只要达到设置的温度就会停止工作，等待室温降低或升高后再开启压缩机继续工作，反反复复，非常折磨人。其次就是耗电量大，与变频式空调相比，同样的功率，1个月下来多交出的电费高出1倍不止。综上原因才导致它被市场淘汰，所以也奉劝大家千万别图一时便宜再去购买定频空调了。4. 饮水机。曾经风靡于各个中产家庭的传统饮水机，如今也逐渐淡出市场，被淘汰了。很多70、80年代的人对这种老式饮水机还有执念，觉得成本低、省心，桶装水喝着干净健康。如果你也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为啥现在市场上很少见到这种饮水机了？离不开几个比较明显的缺点，比如上置水桶的设计导致换水很麻烦，对单身女士或力气不够的老人来说很不友好。其次就是水温不能调节，要么喝冷水，要么喝热水，没有恒温水。此外，干净健康程度也并不如大家想的那么好，这玩意内部根本做不到彻底清洁，导致非常容易积水垢、滋生细菌，长期使用对身体危害很大。反观现在的极热式茶吧机，就是这种老式饮水机的升级换代产品，不仅换水方便，而且可调节温度，也逐渐取代了饮水机的地位。当然了，经济条件允许，还可以选择净水机搭配管线直饮机，性能与便捷程度都吊打当下所有饮水电器。总之，不要选被淘汰的传统饮水机就对了。